吉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在家好好休息？我已经活蹦乱跳的了，要是在家休息的话，就该养肥膘了。我想回来继续帮巡捕房。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，但是现在真的不需要帮什么忙了，因为整个案子都已经很清楚了，所以，下面的抓捕工作呢，由我们自己来完成。可是你答应过我，如果我表现好的话，可以让我当巡捕。哎，不如你现在就提拔我当巡捕吧，我可以帮你们缉拿凶手归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吉祥，我们这边说。你看这个凶手现在已经锁定了，对吧？但是他还没有被抓到。等抓到于翠花之后，我保证，一定会向上面推荐，好吗？可是我会功夫啊，毛如意还不如我呢。你的功夫啊，先留着好好保护你自己。你们真不要我帮忙了？要。你找我来干什么？不会是又拿我寻开心吧？拜托你不要总用有色眼镜看我好不好？我有那么无聊吗？有。OK， 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听完我的计划之后，你不要太崇拜我。首先，我把消息放出去，说秋水在狱里过得非常的惨，然后，我相信于翠花一定会来救她。不过我上了个双保险，我跟你说啊，只有你才能撬开秋水的嘴。你凭什么觉得我有这个本事？秋水平时看着倔强坚强，其实是内心非常脆弱善良的女孩。她需要一个她信任的人，长得不能太漂亮，而且一定要有同病相怜、悲惨的遭遇。我 Yes， 我像他娘？气势上像。那我们也没有同病相怜啊。他爹始乱终弃，他娘被抛弃了。可是我跟莫初那是结婚10年，恩爱有加，我们连嘴都没有拌过。我的经历跟他娘的经历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你就不能为了破案牺牲一下自己，说自己被狐狸精害惨了吗？莫初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，我怎么能在他不在的时候还说他的不好呢？你还想不想破案了？你没有看出来我在帮你吗？你还想不想抓住杀害沈某初的凶手了？啊？你还想不想回去给你婆婆养老送终了？那好吧，故事我都帮你编好了。我听他们说你这几天都不肯吃东西，我买了些你喜欢吃的糕点，吃一点吧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什么都不想吃，可是这样有什么用呢？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你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，也做不了任何的改变。我能理解你的举动，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一定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我娘的。其实，我很同情你娘，我也是过来人，我清楚地知道，被自己心爱的人抛弃，是多么的痛苦，多么绝望。你和沈墨初结婚10年，为他任劳任怨，吃苦受罪。我平日里要伺候一家老小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却不能同享。我知道我的丈夫莫初在外挣钱不容易，所以花每一个铜板都要反复思量。你亲眼看着他从默默无闻的小律师变成了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律师，而他却花钱大手大脚，在成功之后却抛弃了你，一头扎进了烟花流巷当中，在外面买贵重珠宝讨好那个狐狸精，而我自己却只能买那种最便宜的花带，然后还被人家取笑不会打扮。太可悲，太可气，太可怜了，说的我自己心里都难受。你跟我娘一样，为了这样的男人，太不值得了。这都不算什么，
前段时间，莫初被人杀害了，而我却被人陷害成杀人凶手。我的婆婆被蒙骗，就把我赶出了家门。一夜之间，我没有了丈夫，没有了家，变得一无所有。绝望之下，我想死的心都有。季香，没想到你也这么苦。要不是我深爱着莫初，把他当成我的天，为了他付出我的一辈子，否则我现在也不会这么难过，不会这么绝望。我娘跟你一样，也曾经傻傻的爱着我爹。我爹做生意赚了一些钱，就被狐狸精给勾搭上了。后来，他离开了家，抛弃了我跟我娘，还闹得满城风雨，人人都嘲笑我和我娘。我娘走投无路，做了她这辈子最痛恨的事情，所以她也恨透了那帮狐狸精。我也恨，要不是那些狐狸精，我的爱人也不会被抢走，也不会家破人亡。我们家也一样，只可惜我娘一步错步步错。我真的没有想到她竟然用这种方式去报仇。直到胭脂死后，我才知道那些都是我娘做的。可是我也阻止不了她。你娘的心情我理解，可她不能为了那些狐狸精就变成了杀人凶犯啊！季霞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我是个不孝女，我一直都不知道，我娘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养活我。如果我以前对她好一点，她肯定不会走上这条路。季霞，我好想跟她说声对不起。你想去见你娘吗？走，我带你去见她。我不知道我娘在哪儿。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呀，你就成功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个秋水一定知道玉翠花的下落。哎呀，我真没发现你还挺会演的，要不是你长得惨了一点，说不定你还能演个文明戏什么的。不是你让我入戏演吗？我就把自己带入到你编的那个故事当中。你说，如果我是那个女人的话，不敢想象。哎，有个问题问你啊，如果那个故事是真的话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嘲笑我，但你不能嘲笑沈墨初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以后你再这么说的话，小心我打你打的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。明月，一个女人就应该好好的安分守己。你倒好，你知道人家曹亮有妻室，你却还要勾引他，还把人家的妻子给害得小产，跟我没关系，是你先杀人的。我只是替他的孩子来惩罚你。胭脂，你居然也去勾引有妇之夫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原配的心里有多苦啊！还有你们俩，杜鹃和白露，你们两个狐狸精，一个为了嫁入豪门，逼死人家原配，而你呢，骗取别人的钱财，还在外头养一个小白脸。你们这些狐狸精，都应该赤身被打入第8层冰山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永世享受到寒冰刺骨之痛。
这是今天早上巡捕房收到的一封信，寄件人是于翠花。周日中午12点前，若不释放秋水，便会有人死。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？这是龙章造纸厂的信纸，这种纸销量很大，很难看出来源。信上的字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，呈正方形，边缘也十分整齐，字与字的间隔几乎也完全相同。由此可见，贴信人的性格十分细致冷静，很符合于翠花的心理特征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放不放秋水？放是肯定不能放的。如果把秋水放了，我们就更没有挟制于翠花的筹码了。如果于翠花再弄出人命怎么办？阻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下一个目标肯定还是月份牌女郎里面的某一个人。月份牌女郎不是已经解散了吗？解散了，不代表就没有危险了。于翠花对月份牌女郎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了解，对他们都知根知底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找出来。有一个人，恐怕最危险了。谁？就是当年害于翠花被丈夫抛弃的那个女人。只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她的身份。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每一个人。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把他们找出来，并且告诉他们他们有危险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人命关天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我查了人口档案，秋水的父亲原名龚思远，不过1年前已经死了。而秋水的父亲和他的情妇当年的花边新闻闹得沸沸扬扬，我相信一定有相关的报道。所以呢，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下你们的旧报纸，看一看那个情妇叫什么名字。我就说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我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于翠花跟那个情妇还有联系了？于翠花因为当年这个狐狸精横刀夺爱毁了她的家庭，才起了杀心，杀了这么多不检点的女人。按理说，她最应该痛恨的就是这个狐狸精。所以，他会报复这个狐狸精，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出他。而且他已经给我们巡捕房下了杀人战书，现在最危险的应该就是这个狐狸精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去查一下。Thank you。那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的价值越来越大了？事成之后，我请你吃饭。谁在乎你的饭啊？等你好消息。我找何小田小姐。珍珠的电话没人接。哎，就这儿了。就是这个珍珠，我打了一上午电话都没联系上她。看来家里没人，王立堂给的名单里就这一个人没联系上，应该没有这么巧吧？哎，停车，停车！哎，谢谢。如意，我查到了，龚思远的情妇就是珍珠。坏了！让开！我来给抓开！
这是我在我们报社里资料室找到的，龚思远的情妇就是珍珠，也就是当年拆散于翠花夫妇的狐狸精。这跟月份牌女郎杀人案的杀人方法是一样的。珍珠把于翠花害得那么惨，我相信凶手就是于翠花。12点我们没有放秋水，这个于翠花就动手了。她可真狠毒。死因是窒息而死，凶器还是洗马绳。看来这次的行动不光是复仇，还有劫财的意图。不过这也说得过去，于翠花现在正在逃亡，肯定需要用钱。珍珠的指甲缝里的确混合了一些有人体血液的皮肤组织，不过珍珠身上除了脖子上的勒痕之外，没有其他任何外伤。所以说，这些皮肤组织是死者与凶手搏斗时刮伤了凶手的皮肤留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珍珠死之前跟凶手是有过搏斗的，而房间里面也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痕迹，周围的邻居也没有听到珍珠的喊叫声。那证明什么呢？这证明凶手的力气很大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制服了珍珠。从理论上来说，其他月份牌女郎对于翠花没有戒备，所以才导致她轻易得手。可珍珠对于翠花有天然的心理戒备。就算于翠花有些力气，也杀过人，但也不至于那么快无声无息地制服了珍珠。所以说，绝对不是于翠花干的。张探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几天得了风寒。哎呀，我估计我这病啊，就是被于翠花给气出来的。哎，哪能了？破案了没？抓到于翠花了没？珍珠遇害了。啊，于翠花又杀人了？王老板问你，珍珠在遇害之前有没有跟你联系过？没有啊，我们都好几年没有见面了。那你们以前有来往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于翠花？哎，没有。听说珍珠以前是你们公司里面最红的月份牌女郎，那你知不知道她离开之后嫁给了什么人？你知不知道她嫁给的是于翠花的前夫？王立堂，你还不说实话？当时呢，珍珠在我这里当月份牌女郎的时候，确实是公司里最红的1月份女郎。可是哪晓得这个不省心的珍珠啊，在外面勾搭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他就是于翠花的老公夏建平。那个于翠花呀，就在我这里闹事，闹得一塌糊涂。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对我们有所隐瞒呢？哎呀，其实这种事情你也晓得，是不光彩的事情啊。王老板，最后问你一句，你确定你之后跟珍珠再也没有过联系吗？我真的没有啊，我是一个很老实的人，我现在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，如果有一句假话，天打五雷轰啊！王老板，最近追债的没有来是吗？哎，来了，砸的砸了，打也打完了，啊，都晓得我王立堂现在是山穷水尽了，也说好了，等我有钱以后再把账还上。王老板，你怎么这么有信心，那么快就能把这些钱还上呢？哎，俗话说得好呀，谁没有3衰6旺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的这个月份牌女郎公司，只要闯过这一关，只要度过这一劫，我一定会梅开二度，涅槃重生啊！好，那我祝你生意兴隆。哎，谢谢。就这样吧。啊，好。哦，不方便哈。只是染个风寒，戴这么大个手套，至于吗？不瞒二位啊，真让你们说着了。我这风寒啊，把我湿疹的老毛病给带出来了。所以郎中跟我讲啊，让我一定不能见风，所以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我帮你看看严不严重。
这个好，好。小天，你严密监视王礼堂的一举一动，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，马上向我汇报。吉祥来了。毛如意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忙着呢，没空帮你。再说了，我凭什么帮你？我警告你啊，我正在办案呢，没空搭理。再说了，于翠花什么时候杀人还不知道。我知道于翠花在哪里。哎呀，你逗我玩是吧？啊，我们巡捕房这么多人，查了这么多天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你一个主犯大婶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怎么了？这次不用茶叶蛋了，改用苹果压了一大菠萝了你？现在情况紧急，你不知道于翠花什么时候又要动手杀人了。所以呀，我仅代表所有死者的家属，深深的给你鞠上一躬，拜托你赶紧走吧。再给我废话，我就废了你！赶快好好配合我。这苹果不是给你吃的。你不用再来当说客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娘在哪儿。秋水，你误会了。其实我根本没有必要多此一举，因为巡捕房的人已经知道你娘的下落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跟你娘应该很快就会在这里重逢了。你想想啊，你娘一个女流之辈，怎么可能敌得过那些巡捕手里的枪呢？我听说张探长以前抓捕犯人的时候，遇到反抗还有逃跑的犯人，就直接开枪。结果真的有把犯人给打死的。子弹可不长眼睛，你说于婶儿应该不会想不开吧？秋水，你干什么？秋水，把他放下，把门打开。秋水，不关我的事，你可千万别杀我！给我闭嘴，把门打开！好，我开门。秋水，别冲动。你们不要过来！走。秋水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闭嘴！秋水，咱俩无冤无仇的，你不会真的把我杀了吧？你们过来干嘛？还好是个小姑娘，没什么劲儿。手怎么了？哎，没事。
你还挺关心人家的。你这么关心人家，干嘛让人干这么危险的活啊？我这是迫于吉祥大事的淫威，好吗？再说了，我上海滩第1号美男子，我哪有功夫关心他呀？1、2、3，娘，快点救人！秋水，来，1、2、3。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下午。珍珠死亡那天的报纸。头儿，这很可能是杀害珍珠之后畏罪自杀。于翠花不是自杀的，是死了之后被人吊上房梁，伪装成自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娘是被谁害死的？如果凶手是上吊窒息而死，勒痕肯定会很重，应该是 V 字形。还有，尸体因为头部充血，瞳孔周围布满血丝，甚至会有血管爆裂的情况。但如果是被勒死的，勒痕会较浅，淤血会较少，勒痕也会呈现出闭合的均匀环形，也就是死者现在的样子。头儿，这根绳子跟之前勒死几个月份牌女郎的绳子一模一样。都给我仔细的搜查，看看屋子里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是。好了，让外面的岗哨撤了。是。头儿，你看，就是，拿，这件衣服，杜鹃穿过。这件衣服，白露穿过。我在月份牌上看过他们穿过这2件衣服。还有这一件，是明月穿过的。这一件，胭脂穿过。这一件，当然是珍珠了。可是珍珠这件衣服折叠的方式不太像于翠花所为。我在月份牌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去制衣间帮过她的忙。于翠花对待衣服非常仔细珍惜，她有她自己独特的一套叠衣服的方式，就像前4件一样。可这件，杀死于翠花的凶手想要造成的假象是，于翠花杀人之后害怕被抓，看到全城通缉她的报纸，迫于压力，畏罪自杀。如果凶手知道巡捕房已经锁定了于翠花，于翠花难逃一死，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，亲自动手把她给杀了？栽赃嫁祸，前4个月份牌女郎就是于翠花杀的，可珍珠却不是。杀害珍珠的凶手想要脱离罪名，自然把这条命让大家算在于翠花的头上。想要隐瞒真相，只有让于翠花闭嘴，真相永远不可能从一个死人嘴里说出来。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你这个观点？哎呀，要说证据，也只有那件没有叠好的旗袍了。一件没有叠好的旗袍，不能成为直接证据吧？你说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于翠花发现自己被通缉了，
再次作案之后，心里一慌，衣服就跌坏了。啊，头说了，破案要讲证据，直接证据，不是你天马行空的在那儿想象啊。这不是想象，这是由一个已知判断推导出一个未知结果的严密思考过程。简单来说，这就叫推理。我不懂什么叫推理推情的，我就知道，杀害珍珠的手法是于翠花惯用的，于翠花肯定是杀害珍珠的凶手。头儿，屋里我全部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可疑物品。你忘了一件事，如果珍珠真的是被于翠花给杀的，那珍珠那些财物呢？去哪儿了？就是了，于翠花在上海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这么一大笔财物怎么转走呢？这倒是怪了哈。你们今天设计抓于翠花的事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你答应吗？你这叫没有纪律。有纪律的话，还能抓到于翠花吗？虽然你抓到了于翠花，但是你冒了很大的险。这个主意是我想的。你是巡捕，他不是。抓捕凶犯是你的职责，不是他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理由还不够的话，我再给你一个。吉祥冒了危险，你没有。其实我是有准备的。秋水挟持我的那把刀没开过刃儿，不会伤害到我的。秋水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，但是一个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，难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。万一伤到你怎么办？就是，万一伤到你怎么办呢？啊？走啊！你到底拿这个干嘛？这么沉？回头再告诉你。走。不，你要不说，我就不搬了。这熊样！我买了一个跟珍珠家一模一样的保险箱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们真觉得撬开一个保险箱那么容易吗？单凭这几样家用工具，你觉得于翠花一个女人可以用这点东西撬开一个保险箱？哎，这个还真没试过哎。是没试过，只有亲手验证了，才是最有力的证据。行，来试，给我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人于翠花是个女人，她多大劲儿，你多大劲儿啊？你个老爷们儿！不是，那找谁试啊？大婶，哎，来活了，来。试试。看什么呀？开始吧。就不能枪了。上帝啊，宽恕那些平凡而笨拙的女人吧。那。如意，
如意，撬开了，撬不开，你看。这都是他弄的。对啊。所以说，如意啊，我觉得他以前对你实在是太温柔了。哎，这工具不结实，再换几个结实的。大婶啊，我求你放过我们巡捕房的工具好不好？啊，别再折腾了。不过，我刚刚观察你在对保险箱百般蹂躏的时候，可以确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儿？这保险箱不是被人撬开的，是珍珠自己打开的。我们可爱的吉祥大婶用了半个多小时，撬坏了3把工具，都没能把保险柜撬开。由此我推断，于翠花也不可能撬开保险箱。而我觉得，保险箱里面的金钱也不是于翠花拿走的。根据现场的门窗来看，并没有损坏的迹象，也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，所以我推断，珍珠和凶手一定是熟人。最有逻辑的推断就是，凶手向珍珠借钱，而珍珠并没有防备。当他打开保险箱取钱的时候，凶手趁其不备，从后面用麻绳勒死了他。然后，凶手在尸体上附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块，造成于翠花杀人的假象。再后来，凶手拿走保险箱里面的财物，但他刚要走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了一点，他觉得珍珠和于翠花一向交恶，于翠花不可能打开保险箱，所以凶手拿了几样家用的维修工具，破坏了保险箱，造成了保险箱被撬的痕迹。谢谢。啊，合理啊！凶手机关算尽，却没料到百密一疏。他越想掩饰，他就越容易露出马脚，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也。如意，这次你和吉祥配合的还真不错。谁跟他配合了？是我自己的功劳，好不好？人家只是出力而已，也难怪了。自古以来，脑子简单的人也只能出力了。你得意什么呀？还不是我想出来找到于翠花的办法。要不是我找到于翠花，发现她死了，你哪来那些推理啊？还好意思说出那馊主意害我被罚？我还没找你要我的精神损失费和肉体赔偿费呢。哎呀，我们吉祥和如意，不光在办案上配合得很好，在拌嘴上那配合的也是天衣无缝啊，堪称一绝顶呱呱。你说什么呢？如果凶手另有其人，那会是谁呢？根据如意的推断和咱们之前所收到的线索，我们可以描绘出这个凶手大概4个特征。第一，报纸上虽然登过月份牌女郎案，但是没有描绘出每个作案的细节。这个凶手能够模仿出于翠花的每个作案细节，这说明他之前一定到过案发现场。第二，他和珍珠是熟人，他们俩的熟悉程度能让珍珠把他请到家里来，并且愿意借钱给他。第三，他拿走了珍珠所有的钱财，这说明他现在急需用钱。第四，他能迅速地杀死珍珠，并且在杀死于翠花之后，单独地把于翠花吊在房梁上，这说明他很有力量，也有可能是个男的。而符合这4个条件的人，